今晚我们要讲一本书，在晚清到民国的风月世界里，它是公认的天花板级存在。这本奇书就是《九尾龟》。在那个年代的禁书名单里，九尾龟的位置极为特殊。如果要拿同类作品做比较，你会发现它的气质完全不同。《金瓶梅》写的是市井人家的私通与算计，肉蒲团写的是环环相扣的因果报应，九尾龟写的是纯粹的人性博弈，不带一丝温情，不留半点余地。这本书当年的尺度大到什么程度？他用最细腻的笔触写出了深闺内室里的种种惊世骇俗之景，男女之间如何极尽温柔手段，如何在彼此的肉体上寻找极致的欢愉。这些描写过于逼真，逼真到让当时的上海滩陷入了恐慌。更让人胆寒的是，他把旧上海高级场所里那些劳鸨嫖客欢场女子之间如何用皮肉做交易，如何用温柔乡设下陷阱，如何一步步榨干男人钱财的36计，全都摊开在阳光下。因为写得太真实，当时上海滩的无数高官、富商、名流纷纷对号入座，社会上一片哗然。官方为了维持所谓的社会风化，下令将这本书查封，严禁民间传阅。今晚，请你放下一天的疲惫，闭上眼睛，跟着我一起推开四马路长三书寓那扇虚掩的雕花木门，听听里头令人心跳加速的低吟，看看那些温软如玉的肉体背后究竟藏着怎样让人倾家荡产、骨肉分离的桃花连环局。故事的主人公叫张秋谷，这个人可不是寻常百姓，他是江南一带有名的大才子，生得风流倜傥，面如冠玉。更要命的是，他家里开着钱庄和典当行，手里握着几辈子都花不完的巨额财富。在老家的时候，张秋谷就阅女无数，自诩是情场上的常胜将军。这次来到上海滩，他身边带着成叠的大额银票，刚一脚踏上这片十里洋场，就在黄浦江畔的酒楼里，对着一众狐朋狗友放出狂言。张秋谷折扇一展，冷笑着说：都说这上海滩的风月女子手段厉害，能把男人的骨髓都吸干。我张某人偏不信这个邪，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张秋谷降服女人的份，四马路最红的姑娘，迟早也得在我的床榻上服服帖帖。听了这话，几个相熟的买办浪子便在一旁起哄，非要带他去见识见识上海滩当时最顶级的风月场所，也就是长三书寓。所谓长三书寓，是旧上海风月界里最高级的一等场所。那里的姑娘不叫普通妓女，叫先生，她们个个精通琴棋书画，穿着最时髦的衣裳，出入都有轿子接送，不是随随便便花几个铜板就能亲近的。想要一亲芳泽，得先在这里摆酒吃盘子，用成百上千两银子砸出一条路来。那是一个下着细雨的深夜，空气里带着江南春夜特有的潮湿与燥热。张秋谷在朋友的引荐下，第一次坐着轿子来到了四马路名妓陆兰芬的书寓门前，推开那扇厚重的朱漆大门，顺着铺了红地毯的木楼梯往上走。走到陆兰芬的闺房门口，还没进门，一股混合着高级法国脂粉、印度烟草以及女子身上特有暗香的暧昧气味就扑面而来。那气味钻进鼻孔里，让人脑子里微微发昏，心尖上像是被猫爪子轻轻挠了一下。张秋谷深深吸了一口气，解开大红色的软绸门帘，大步走了进去。此时的陆兰芬正半躺在靠窗的一张红木烟榻上，她穿着一件极其贴身的薄丝绸旗袍，那料子薄得仿佛一扯就碎。
若隐若现地包裹着她那具成熟丰满的身体。旗袍的衣领开得很低，露出一大片白皙细腻的锁骨，在昏暗的粉红色灯光下，泛着羊脂玉一般温润的光泽。更要命的是，那件旗袍的开叉直接开到了大腿根部。随着陆兰芬漫不经心地调整坐姿，一双浑圆丰满、找不出半点瑕疵的雪白大腿就这么毫无遮掩地展露在张秋谷眼前。她白皙的脚踝上还系着一根红丝线，衬得肌肤越发白得刺眼。陆兰芬手里握着一杆白铜蚕丝的烟枪，正在慵懒地烧着烟膏。听到动静，她没有像普通欢场女子那样谄媚地迎上来，而是微微抬起那双勾魂摄魄的柳叶眼，眼波流转之间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慵懒与轻蔑，轻轻吐出一口青烟。那团带着甜腻香气的白雾在空气中散开，直直喷在张秋谷脸上。张秋谷只觉得浑身一热，半边身子瞬间就酥了。她混迹风月场多年，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可眼前这个陆兰芬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的万种风情，就像一把无形的钩子，瞬间勾住了她心底的那股邪火。张秋谷哈哈一笑，收起折扇，跨步走上前去。他没有丝毫拘束，顺势就在烟榻的另一头坐了下来，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陆兰芬领口下那抹随着呼吸微微起伏的无边春色。早就听说兰芬小姐是上海滩的一角，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张秋谷一边说着，一只手已经不老实地伸了过去。陆兰芬眼皮一翻，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哟，这位少爷眼生得很，一上来就动手动脚的，当我们这儿的规矩是摆设吗？张秋谷也不废话，从怀里摸出一叠崭新的江南钱庄银票，随手往烟榻上一扔，那厚厚的一叠纸撞在红木桌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斜着眼笑道：规矩，在上海滩，我张秋谷的银子就是规矩。看到那叠银票的厚度，陆兰芬藏在烟雾后面的眼睛里不易察觉地闪过了一丝贪婪的光芒，但他脸上的笑容却变得更加温柔，更加妖娆了。他放下烟枪，整个身体像一团没有骨头的棉花，软软地顺着烟榻滑了过来，直接依偎进张秋谷的怀里。张秋谷顺势搂住她那纤细却极有肉感的腰肢，只觉得隔着那层薄薄的丝绸，女人的体温炽热的烫手。陆兰芬伸出一只葱白一样的玉手，轻轻搭在张秋谷的肩头，吐息如兰，带着温热的酒气在耳边呢喃：大少爷既然这么豪爽，那做妹妹的今晚要是伺候不好，可就对不起这些银子了。那一夜，金钱落地，衣衫尽碎，张秋谷拦腰抱起陆兰芬，两步跨到那张挂着大红纱罗帐的象牙大床前，将她狠狠扔进了绣满鸳鸯戏水的锦被里。陆兰芬顺势一拉，将床帐彻底放了下来，把外面的冷雨和这间充满粉红迷雾的内室隔绝开来。罗帐之内春光刹那间泛滥，张秋谷拉扯着陆兰芬身上的旗袍，盘扣在急促的拉扯中崩淡开来，滚落在地毯上。随着衣物的褪去，陆兰芬那具用华服包裹着的极其丰满的身体在空气中展露，那高耸的酥胸、丰地的腰身，以及因为动情而微微颤抖的肌肤，在微弱的烛光下呈现出一种极致的视觉张力。张秋谷低吼一声，像一头饿狼一样扑了上去。罗帐之内，春光软软沉沦，陆兰芬不愧是欢场里的头牌，一双蛇一样的胳膊死死缠住张秋谷，在寂静的深夜里，四马路的夜空下，全都是女子极尽娇媚、令人心跳加速的低吟浅唱。
他们在这场红烛燃尽的暴风雨里互相索取，彼此试探，直到香汗淋漓，精疲力竭，方才在极度的满足中抱着那具温软的身体沉沉睡去。此时的张秋谷满心都是征服头牌的骄傲，他做梦也想不到，在陆兰芬眼里，他根本不是什么情场浪子，她只是一头刚刚走进屠宰场、浑身肥肉的羊欢场里的女人。如果只靠一张漂亮脸蛋儿和一副年轻身体，是绝对坐不稳头牌位置的。陆兰芬之所以能在四马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靠的是她那套能把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36计。第一夜过去后，张秋谷对陆兰芬那具水蛇般的身体彻底上了瘾。接下来的几天，他天天赖在书寓里，白天喝茶听曲，晚上便钻进陆兰芬的被窝里重温旧梦。可到了第5天，情况突然变了。当张秋谷满心欢喜地带着珠宝再次来到闺房时，陆兰芬却换上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他不仅没有像前几天那样主动扑进他怀里，反而坐在梳妆台前自顾自地描着眉毛，连眼角都没给张秋谷一个。不仅如此，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陆兰芬借口说有位相熟的大买办在隔壁开宴席，竟然扔下张秋谷一个人施施然摇晃着腰肢去了隔壁。隔壁很快就传来了陆兰芬清脆的笑声，以及那个陌生男人轻浮的调笑声。坐在空荡荡闺房里的张秋谷心里的怒火轰的一声就烧了起来。他长这么大，什么女人不是召之即来？如今自己砸了这么多银子，这个女人竟然敢当着他的面去陪别的男人。占有欲和嫉妒心在一瞬间被陆兰芬这招欲擒故纵彻底激发了出来。他一个人坐在那里闷头灌酒，眼睛死死盯着门口，心里的欲望非但没有熄灭，反而像被泼了油一样烧得厉害。直到深夜，陆兰芬才带着一身微醺的酒气回到了闺房。她脸颊绯红，摇晃着走到屋里。刚进门，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憋了一肚子火的张秋谷就像一头暴怒的野兽猛冲上去，一把揪住陆兰芬的胳膊，蛮横地将她整个人提了起来。张大少爷，你这是干什么呀？弄疼人家了。陆兰芬嘴里娇嗔着，可那双迷离的眼睛里分明闪过了一丝奸计得逞的得意。张秋谷根本不听他解释，内心的愤怒和多日积累的强烈欲望在这一刻彻底失控。他一把将陆兰芬粗暴地扔在房间中央那张宽大的红木贵妃椅上，陆兰芬顺势倒在椅垫上，旗袍在翻滚中凌乱地卷到腰间，露出里面粉红色的丝绸底裤和2条白得耀眼的大腿。你还知道回来？老子今天倒要看看你到底是谁的女人。张秋谷喘着粗气，一双手泄愤似的撕扯着陆兰芬身上的旗袍，只听得一声脆响，那件高档的丝绸旗袍被从领口处生生撕开，露出了里面紧紧包裹着丰满胸部的红缎子肚兜。陆兰芬不仅不害怕，反而咯咯地笑了起来。他伸出湿润的舌头，轻轻舔了舔自己猩红的嘴唇，一双小脚顺势搭在张秋谷的肩膀上，微微用力一勾。大少爷吃醋的样子真让人喜欢，今晚妹妹好好补偿你就是了。这一夜的缠绵比初次见面时还要疯狂。陆兰芬为了彻底锁死这个财神爷，使出了他常年苦练的房中绝技。在冰凉的贵妃椅上，他整个人像一条没有骨头的白蛇，主动引导着节奏，更在每一次激烈的耳鬓厮磨中发出轻咬嘴唇，酥麻入骨的低语。屋子里的空气炽热的仿佛要燃烧起来，锦被翻滚，枕浪起伏，
在寂静的春夜里显得格外惊心动魄。陆兰芬的双手在张秋谷的后背上抓出一道道红印，两人仿佛要在这一方小小的木椅上把彼此融化。张秋谷彻底沦为了欲望的奴隶，把所有的理智、尊严和警惕都化成了一场大汗淋漓的宣泄。他们从贵妃椅缠到地毯上，再从地毯折腾回那张象牙大床，直到东方发白，张秋谷整个人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倒在床上，连一根手指头都动弹不得。第二天中午，张秋谷在腰酸背痛中醒来，陆兰芬正穿着一件肚兜趴在他胸口，一边用手指在他胸前画着圈圈，一边抹着眼泪说：少爷，妹妹过几天就要过生日了，看中了一条西洋来的红宝石项链，还要给书寓里的姐妹们发红包，可是手头实在紧张得很。张秋谷脑子里还残留着昨夜那销魂的滋味，整个人飘飘然的，哪里还会拒绝？他连账目看都不看，大笔一挥，直接在陆兰芬早就准备好的借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银票数额是几千两。他以为自己用男人的雄风征服了这个上海滩最红的女人，却不知道在老鸨和陆兰芬的账本里，他这头肥羊已经被骗下了第一层最厚的肉。张秋谷在陆兰芬书寓里挥金如土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整个四马路。在旧上海的风月场里，各场所之间为了争夺财神爷内卷得极其厉害。当时四马路有4个最红的女子，并称为4大金刚，陆兰芬只是其中之一。另外3位林黛玉、金小宝、陆金贵，一听说来了一个江南的富家金主，个个都红了眼，开始暗中盘算怎么把张秋谷从陆兰芬的床上抢过来。首先出手的是排行第2的林黛玉。这个林黛玉生得极其妖娆，骨架比陆兰芬还要娇小一些，但一双眼睛却大得吓人，成天水汪汪的，最擅长在床洞间演那种弱不禁风、任人怜爱的戏码。那天中午，张秋谷刚走出陆兰芬的书寓，准备去路边的小吃摊吃碗燕窝粥补补身子，谁知刚走到街角，一顶华丽的小轿子突然停在他面前，轿帘掀开，露出了林黛玉那张未施粉黛却显得越发楚楚可怜的俏脸。哟，这不是张大少爷吗？怎么天天在兰芬姐姐那里吃大鱼大肉，就不想换个口味，尝尝妹妹这里的清茶淡饭？林黛玉一边说着，一边冲着张秋谷飞了个媚眼。张秋谷本就是个色中恶鬼，这几天虽然在陆兰芬那里享尽了温柔，但男人的劣根性就是家花不如野花香，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看到林黛玉那副娇嫩模样，他肚子里的邪念立刻又活泛了起来。当晚，张秋谷瞒着陆兰芬，屁颠屁颠地来到了林黛玉的闺房。一进门，他就闻到了一种和陆兰芬那里截然不同的香气。林黛玉在房间里点燃了一种从南洋买来的催情迷香，那香味清冷，但吸进肺里之后，能让男人的血液流速加快，内心的躁动瞬间按耐不住。林黛玉当时换上了一件极其大胆的西洋半透明蕾丝睡袍，那睡袍薄得像一层雾，里面竟然连一件肚兜都没有穿，2团饱满的轮廓在薄纱下若隐若现，随着她的呼吸轻轻颤动。张秋谷一见这阵仗，眼珠子差点没从眼眶里掉出来。林黛玉像一条水蛇一样扭着腰肢粘了上来，她从背后搂住张秋谷的腰，将自己那对高耸柔软的胸口死死贴在他的后背上，一双冰凉的小手极其熟练地顺着张秋谷的裤扣摸索了进去。少爷，
兰芬姐姐那里的滋味好，还是妹妹这里更有趣？林黛玉在张秋谷耳边吹着气，声音甜得发腻。张秋谷哪里还忍得住，在迷香和肉体的双重刺激下，他体内的野性彻底爆发了。他一把转过身，粗暴地抱起林黛玉那2条软绵绵的白嫩大腿，直接将她整个人放倒在了房间中央那张摆满了美酒佳肴的红木大圆桌上。小妖精，今天老子就让你知道厉害！张秋谷大吼着，一把扯掉了那层碍事的西洋薄纱。林黛玉发出一声荡人心魄的尖叫，整个人如藤蔓般死死缠了上来。2具被欲望烧昏了头的躯体就在那张大圆桌上疯狂沉沦。圆桌上的景德镇瓷盘和高脚玻璃杯在剧烈晃动中纷纷滚落，摔在地上碎成一片。林黛玉用尽了风月场里的百般手段，她的皮肤因为极致的兴奋呈现出一种潮红，嘴里不断吐出那些让男人骨头酥麻的软语，像一根根无形的羽毛，不断撩拨着张秋谷所剩无几的理智。张秋谷像一头红了眼的野兽，在这一片温软的沼泽里疯狂冲撞，把所有的金钱名誉乃至自己的精气神都当成了这场荒唐游戏的筹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张秋谷彻底迷失在了上海滩的4大金刚之间。今天他在陆兰芬的床帐里颠鸾倒凤，砸下几千两银子买胭脂。明天他又在林黛玉的怀里醉生梦死，签下成叠的借据去买西洋钻戒。到了下半夜，他可能还要被金小宝和陆金贵拉去，一边吃花酒，一边在麻将桌上故意输掉大笔的筹码，只为了在天亮前能多温存片刻。张秋谷每天都在重复着衣衫进退的肉体游戏，他的身体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眼眶深陷，脸色惨白，走起路来双腿都在打飘。而从江南老家带出来的那10几万两银票，也在这一声声娇喘，一次次床震，以及老鸨和名妓们联合设下的谎言中，被神不知鬼不觉地蚕食得干干净净。他以为自己是纵横10里洋场的风流教主，却根本不知道，4大金刚在卸了庄关起门来对账的时候，全都在嘲笑他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大猪头。在这个世界上，任何靠着欲望堆砌起来的虚幻繁华都有见底的那一天。张秋谷的银票终于烧光了。当他最后一次拿着一笔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来到4马路的书寓时，4大金刚的脸色在瞬间完成了从春风拂面到冰冻3尺的变化。陆兰芬借口身体有病，连门都没让他进。林黛玉则干脆叫2个下人把张秋谷以前送她的衣服首饰全砸在地上，冷笑着说：“没钱的穷光蛋也配在老娘身上找乐子，滚出去！”张秋谷失魂落魄地走在上海滩的街头，面容枯槁，衣衫凌乱，可他心里那股被欲望喂养出来的邪火却依然在疯狂地折磨着他。他没有钱去高级的长三书寓了，只能顺着4马路的后巷往下走，走到了那些专门接待下层嫖客的2等茶室和低级堂子里。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叫月仙的小脚女子。月仙生得并不算拔尖，甚至皮肤有些粗糙，但一双脚却裹得极其标致。她成天用一双幽怨的眼睛看着张秋谷，哭诉自己是被狠心的舅舅迈进火坑的。只要张秋谷能帮他赎身，他甘愿一辈子做牛做马伺候他。张秋谷在陆兰芬那些头牌那里受尽了冷落，此时在月仙这个下层女子身上，竟然又找回了久违的尊严。他把怀里最后几颗镶金的纽扣和一顶名贵的礼帽都当了，换了几10块钱，死皮赖脸地留在了月仙的床上。那是一个极其漆黑、下着暴雨的深夜，
暴雨像一面密集的鼓，疯狂地砸着破旧的窗户。屋子里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散发着豆大的黄光。张秋谷刚刚在月仙那具并不算滑腻，却带着市井燥热的身体上结束了一场极其狼狈、大汗淋漓的交欢。两人此时赤条条地躺在散发着霉味的被窝里，张秋谷正搂着月仙，嘴里还在吐着那些虚妄的甜言蜜语。就在这一瞬间，只听得砰的一声巨响，闺房那扇单薄的木门被人从外面用蛮力狠狠一脚踹了开来，木屑四溅，冷风裹挟着暴雨瞬间卷了进来，吹熄了桌上的煤油灯。还没等张秋谷反应过来，几个手持粗铁棍、满脸横肉、身上雕龙画凤的上海滩地痞流氓已经骂骂咧咧地冲了进来。领头的是一个留着老鼠尾巴辫子、满嘴黄牙，手里提着一把明晃晃剔骨尖刀的无赖。这就是欢场里最残忍、最致命的连环局——捉奸入瓮。好一个风流的奸夫，连老子的老婆都敢睡，我看你是活腻歪了。领头的大汉怒吼着，一伸手直接把床上的棉被狠狠掀了开来。张秋谷和月仙当时赤条条、毫无遮掩地暴露在了所有人的面前。张秋谷吓得魂飞魄散，浑身剧烈颤抖，下意识地想要往床底下钻。可旁边两个大汉哪里会给他机会，冲上前去，一把揪住他的长头发，蛮横地将他从床上死死拽了下来，狠狠摔在冰冷坚硬且布满污水的地面上。月仙在一旁裹着被子，假模假样的嚎啕大哭，指责是张秋谷用强败坏了他的清白。这一下张秋谷是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妈的，还敢狡辩，给老子打！领头的一声令下，几根粗铁棍没头没脑地砸在了张秋谷光溜溜的皮肉上，钝器击打肉体的闷响声伴随着骨头断裂的脆响，在狭窄的房间里回荡。张秋谷被打得口吐鲜血，像一条死狗一样蜷缩在地上，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完好的皮肤，大片大片的青紫和血痕，在微弱的光线里显得触目惊心。别打了，别打了，求求你们，要多少钱我都给。张秋谷一丝不挂地跪在污水里，一边疯狂磕头，一边大声哭喊求饶。那流氓冷笑着走上前去，用冰冷的刀面在张秋谷脸上拍了拍，随后从怀里摸出一份早就拟定好的地契转让书，逼着张秋谷用颤抖的手在上面按下一个鲜红的血手印。那是他张家在江南老家最后一处遮风挡雨的祖传田产。得手之后，流氓们对视一眼，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们甚至连一件衣服都没留给张秋谷。两个人抬起他赤裸的满是伤痕的身体，像扔一袋垃圾一样，直接从2楼的窗户口扔进了建筑后面那条最肮脏、塞满了排泄物和死老鼠的后巷里。那一夜，上海滩下着百年难遇的暴雨，昔日风流倜傥，扬言要睡遍上海滩的张大才子，就这么赤条条地躺在冰冷的污泥里，雨水冲刷着他身上的血迹。他抱着肩膀，在无人的黑暗中发出绝望的哀鸣。几天后，他发现自己私密处开始剧烈溃烂，长出了密密麻麻洗不掉的斑驳恶疮。他不仅输光了所有家产，更在那些温软却暗含算计的肉体里染上了当时无药可医的风流怪病，身体从里到外开始烂透。这就是放纵欲望最惨烈的现实报应，这就是九尾龟的真正结局。那只传说中长着9条尾巴、变幻莫测的乌龟根本不是什么神兽，
它指的就是旧上海高级欢场里那些用肉体做鱼饵，用高超的温柔手段做圈套，把男人的金钱、肉体乃至性命都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的欲望魔窟。九尾龟的荒唐故事，今晚到这里就全部说完了。那一叠叠浸透了男女汗水、精心与算计的欢场账单，以及那个最后赤裸着身体在旧上海大雨中等死的风流才子，给这场十里洋场的香艳美梦画上了一个最残忍也最冰冷的句号。100多年前的张秋谷在踏进长三书寓的那一刻，以为自己是情场的主宰，他以为自己是在征服那些女人，以为自己是在享受人间最极致的肉体欢愉。可到头来撕开那层香艳粘稠的薄纱，它不过是那场由金钱、贪婪与肉欲合谋的捕兽夹里一头微不足道、随时可以被放血抛弃的猎物罢了。历史在变，时代在变，但人性的黑洞从来没有改变过。看看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身边其实同样充斥着各种包装的极其精致、极其高级的欲望陷阱。网络上那些看似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动动手指就能得到的短暂快乐，屏幕里那些若隐若现、不断刺激着你多巴胺分泌的温软画面，本质上都和陆兰芬手里的那杆白铜烟枪没有任何区别。每当你在深夜里感到寂寞，每当你想为了那一点点肉体的欢愉和短暂的刺激而去放纵自己沉沦欲望的时候，不妨在脑海里想想那个赤条条躺在旧上海暴雨污泥中浑身溃烂的张秋谷。请记住，天道循环，凡事皆有代价。那些让你在深夜里难以自拔的极致快乐，往往都在暗中疯狂地吞噬着你的财富、你的健康和你原本清净高贵的命格。愿你今晚能吹熄心里的那盏贪念之灯，卸下一整天的防备、伪装与疲惫，在这段宁静清冷的夜色里安稳睡去。如果你喜欢今晚这期节目，请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晚安，愿你今晚有一个清静安宁、没有任何欲望打扰的好梦。